离开郭德纲的徐德亮有多惨？兄弟，你这个不对，就是啊！谢谢小宝，谢谢徐亮师哥。好，再次给他们掌声，感谢回到北大徐亮的师兄，终于缺了德了。2017年，徐德亮同搭档王文林重回北大演出，本以为这次会和上次一样受到众多学弟学妹的欢迎，没想到两人演出还未结束，主持人便带人上台撤掉了桌子和话筒。从当时画面来看，徐德亮和王文林明显有些不知所措。有人说主持人这么做并不是轰人下台，而是当时正好赶上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刻，主持人不得不这么操作。但争议性的一点是，徐德亮下台的时候，主持人还补充了一句：“徐师兄缺了德了。”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徐德亮和郭德纲之间的骂战。当年徐德亮退出德云社之后，不仅大骂郭德纲缺德，还扬言对方像野狗，逢人就咬。好像在您的新书里有写到他像野狗一样，为什么要用这个词？那其实是一个好词儿。哥，你真能拽哎！如果有人说哎，你真的很拼搏的很像野狗哎，我就觉得另外，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徐德亮还曾在2006年与郭德纲一起在北大演出过。不过和现在不同的是，当时演出赢得满堂喝彩。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徐德亮总说郭德纲亏待了自己，实际上他的收入远大于付出。就比如说这次北大演出，原本只是徐德亮简单的回母校演出，郭德纲得知后，为了给他增加底气，就带着徒弟一起来了。虽然说郭德纲的出现让现场一片哗然，但他并没有喧宾夺主，反而将逗哏的位置让给了徐德亮。都说郭德纲睚眦必报，对应的那些有恩于他的人，他也会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郭德纲骂人有多狠？陶阳，县长老爷里边，徐亮老师演你的什么人啊？演帮主啊。相声演义里边有徐老师吗？县长老爷有他吗？行了，童言无忌，再给孩子拿一汉堡。当记者问郭德纲有没有亏待徐德亮时，老郭借小陶阳的嘴，直接打脸一众质疑者的脸。有人可能会说郭德纲这是咄咄逼人，可是却不知在双方散伙前一晚立了君子协议，好聚好散，互不诋毁。可让德云社众人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徐德亮就接受记者采访称，郭德纲分红不均，亏待了自己。之前我上班的时候，我挣的钱比现在多得多，后来我辞职专门跟郭德纲干这个，我这么捧你，但现在我变成这样。徐德亮面对镜头十分狂妄，声称自己是德云社创始人之一，为郭德纲付出了一切，可到头来连房贷都还不起。不仅如此，徐德亮还替搭档王文林叫屈，声称对方年纪大了，每天都要早早起床，需要坐很长时间的公交车才能到达公司。他宣布退出德云社，也是为了老先生以后的生活着想。然而对于徐德亮的抱怨，郭德纲却在采访中表示，他不仅没有亏待徐德亮和王文林，而且两人的收入还远高于其他同行，根本不存在徐德亮所说的分配不公。如果说郭德纲的言论大家不相信，那么下面大家听听曾经在德云社演出过的老先生是怎么评价郭德纲的。那个时候德云社没有现在有名，没现在有名，就是歌台给老师办场。郭德纲曾经给我50块钱，说来我说心里话啊，我不愿意要60块钱，为什么？我刚学，我在那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锻炼。几年的时候？那是97年吧。不是，50块钱已经挺值钱的了。那当然是啊，当时人均工资也400多400块。连老先生这种演了半场的小学徒都能拿到50块演出费，更不用说徐德亮这种正式员工了。众所周知，于谦很少掺和郭德纲与徒弟之间的恩怨，但是这次当观众问及于谦徐德亮离开是否是因为分红不均的时候，于谦当众反驳道：“分红不均呐，均不了，均不了。你觉得能均吗？”微软的公司的所有职员跟比尔盖茨拿的都一样多吗？至于于谦为何这么反感徐德亮，一方面是人品不行，另一方面张文顺曾说过，徐德亮看到郭德纲火了之后心生嫉妒，凭啥他这个北大高材生比不过一个小学没毕业的？于是一次演出结束后，徐德亮就找到张文顺，让他和自己一起离开德云社，然后另立门户。张文顺自然没答应他的请求，于是就有了徐德亮退出德云社，张文顺开除徒弟的事情。德云社待遇有多好，于谦都忍不住替郭德纲辟谣。德云社在这块还真是没有这个像那个抠抠缩缩用自己人不给钱要使便宜人似的，没有，还不是这样。我们规规矩矩，只有比别人给的多，不会比别人给的少。耶！真不是于谦在吹牛，郭德纲绝对是一个好老板。正好曾在直播间透露，德云社演员每次出去商演都会和主办方签订一个合同，以保证衣食住行方面满足演员们的各种需求。德云社演员出门商演是要住5星级酒店的。演出商要负责车接车送的，而且对车是有要求的，
不仅如此，郭德纲还会要求主办方给每个演员配备1名助理和司机，这样就可以给演员更多准备和休息的时间。有人可能会觉得郭德纲人品不好，但在对待弟子方面，他是用了心的。除了给员工提供更加优质的商业服务，就连奖励，郭德纲也非常大气。别人年会抽奖送水杯、音箱、手机等小物件，郭德纲直接金条红包随便发。最小的那一些个日用生活的器皿啊，家用电器啊，这是最小的了。对，也有的就是直接的现金呐，或者是金条啊什么的。我金条这个大。你的奖励金条分2种，一种就是抽的，一种就是按照你的这一年的工作表现，是奖励的。这样的待遇估计没人不羡慕吧？然而这还只是德云社福利的冰山一角。众所周知，德云社没有基础工资，挣多挣少全靠演员的努力。但是疫情封闭的9个月时间里，郭德纲不仅每月交足5险1金，还每个月给每人发放2000元的补贴。虽然说这些钱看着不多，但对于没有任何收入的人来说已经非常多了。何况德云社在职员工900多人，9个月下来起码上千万。另外，作为相声界的领头羊，德云社的提成也是同行里最高的。岳云鹏就曾因为分钱太多，主动要求郭德纲给自己降薪。那你们公司怎么算账？人家跟你说3746怎么分账？孩子确实回来找我跟他师娘，我没想到，你看人家外边人都那样，咱家这个我就给的也多，我是不是我再咱们重新换个比例，或者我再如何？让老板涨薪的都见过，但是要求降薪的还是第一次见。相信不少人看到这一幕都会心里骂一句：岳云鹏太傻了。不过说回来，岳云鹏这么做也是因为郭德纲对徒弟真的很大方。